亲爱的灵魂家人，正缘作为一种缘分，在一个人的生辰八字中是具有具体定位的。在命理学术语中，正缘的意思是指一个人命运中先天赋予的正式的婚姻缘分或者是婚配对象。当然，在我们当下的社会进步里面呢，正缘很有可能也是和你同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有同居身份的人，大家一起经营生活，大家一起油盐酱醋茶，接地气的感受爱情，接地气的做人生的情感功课。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塔罗牌占卜来连接一下你的正缘，看一下你们相遇的时间，以及对方他的条件是你喜欢的吗？跟你是性格互补呢，还是说大家在同频道很容易去进行一个连接，彼此之间需要更多的磨合吗？以及在相遇正缘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一个感觉等等的，让我们来进行正缘的启示连接，让宇宙提前给你一些准备，也让你看清楚那你的感情未来即将会有怎样的一个正桃花出现。当然，在聆听今天的牌卡占卜之后，如果这个正缘是你满意的，是你喜欢的，那么记得留言告诉宇宙，这个人你要定了，你在合适的时间会等待他的出现的，你享受这种幸福，感恩宇宙，表达你的感激之情。那如果今天听到的这个正缘呢是你不要的，那么可能你要在晚上睡觉之前做一下祈祷，告诉宇宙你真正想要的缘分，真正想要同居生活在一起的人到底是怎样的，越精细越好哦。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不会告诉宇宙我们想要什么，我们会告诉宇宙我们不要什么，所以我们的守护天使，我们的指导灵会派一个他觉得合适我们的缘分的人出现，但是不是我们内心具体想要的，所以就很可能会错过这样的一个缘分，或者是遇到一些偏桃花，那遇到一些不合适的人。那这一点呢，也希望大家记清楚哦。所以有时候去祷告一下，告诉一下你的守护天使，你的指导灵，告诉宇宙你到底想在今生遇见怎样的人，想完成怎样的事情。越具体的话呢，他们越会按着你的要求去寻找合适的人，指派到你的身边。那这个时候你就更加容易抓住自己的缘分了。所以今天的这个占卜呢，就给你一定的能量，就让你借力去创造你的爱情感情生活，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好，那目前呢，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我们要从其中一组牌卡选择进行聆听。最左边是第1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现在来进行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通过我们的能量进行牌卡选择，而不是通过我们的逻辑思考哦。所以亲爱的灵魂家人，请跟我做，闭上眼睛，深呼吸，调整我们的呼吸频率，让我们在最放松的状态。大口吸气，大口吐气，请把我们的腰背挺直，吸气，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请指引我即将遇见正缘的时间，以及他是怎样的人呢？感谢你的启示，感谢你的帮助。好，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第一反应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了。那我这边呢，将以左至右为大家进行占卜。选择好之后，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读牌。如果你还没有订阅JC的频道，记得订阅JC的频道，我将持续给你带来丰富的占卜的。如果你需要老师为你做私人占卜1对1的线下沟通的话呢，
那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也有我的加好友的方式，你可以申请加我好友，记得要备注私占占卜这样的一个字样，我就会加你好友，然后我们在线下可以进行沟通。最好呢，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命理师，有自己的占卜师。当你内心出现盲目、茫然，或者是在选择两难的时候呢，可以借助宇宙的力量，可以借助灵性的力量，让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当下，从而进行选择，从而进行决定，让你可以跳脱出自己的一种很习惯性的思想模式。塔罗牌占卜呢是非常年代久的一个智慧哦，所以利用好占卜是可以帮助你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的。我也希望呢可以借这个力量帮助到你，帮助到更多的人。好，那现在你选择好牌卡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我们来接收月老给你的正缘讯息。但是首先呢，我们要来验证一下近期你的状态。如果验证的你觉得有一部分对应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那你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选卡的仪式，代表刚才的这个仪式呢，你没有集中能量哦，选择错误了，好吗？那我先来展示部分牌卡。好，首先看到近期你自己是换了一个不同的角度视角去观察你的当下，属于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站在从上面去看你自己，去认识你自己，正在去审判自己想要什么，无论是说生活状态啦、事业啦，还是说你想要怎样的爱情关系呢？你都希望有更大的一个愿景，有更大的一个格局。目前呢，你正在开放你的心态，开放你的想法，打开自己的世界观跟爱情观。在感情里面呢，愿意有更多的一些温柔，愿意减轻一些欲望，那减轻更多的一些需求。其实在不断的自我价值提升之后，你也对于爱情没有那么的挑剔，没有那么的苛刻了，好像对于自己呢也不会要求过于的完美。其实想法是有更通透，做法呢是更加的脚踏实地了。而且近期呢，好像也没有太多大的一个动作，自己在思考上面想要有更多的一些计划，更多的一些规划，不想盲目的去做任何感情事业的努力奋斗，也不想要太过于的使劲去追求一些虚幻的东西，而是真正的想去有更多的自我认知，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不会把自己跟别人比较啊，也不会听信可能父母或者是朋友给你的一些建议安排，而是真正的去直面自己的内心，去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保护自己，好好的聆听自己的感觉跟感受。所以自我爱的能量是有更多的加强了，没有太多一些冲动啊，或者是莽撞的行为，是三思而后行，是想把自己的人生看得更加的清楚，自己是理想的生活，那梦想是怎样的，看清楚之后呢，再去进入到合适的环境、合适的时机，去尝试认识、接触新的一些人、不同的一些人事物。所以近期的想法是更加的成熟了，也更加的淡定、从容跟包容性一些。这是你吗？你当下正在去做更多谨慎的思考吗？如果是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接下来就看一下正缘和你相遇的时间。你们两个人应该很快就会相遇，也许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很快呢，你就会和自己的正缘有更多思想上面的一些沟通，也可能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你要搬家呀，你要去新的国度学习呀，或者是你要去其他的城市发展呐，或
或者是近期呢，你可能有出差、有旅行的一些新的计划。那么可能在新的环境里面，你就会遇见他。快的话呢，就是3个月之内；慢的话呢，就是到了一个新的状态环境里之后，就会遇见你的正缘。是的，最刚开始你们是一种思想上面的交流，你会觉得这个人呢非常的顺畅，跟他在一起呢玩的也非常的开心轻松，好像他也很容易懂你，他也很容易接你的话，感觉是可以无话不谈的。很有可能他是你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介绍你们认识的，就是在一个热闹的环境，通过周围的人，你已经认识的人去接触到的正缘。这个人呢是你很满意的，就是你当下心中期待的形象啦、性格啦、气质啦。你们2个人在一起呢是有一种细水流长、自然而然的感情，而且它会给你更多的一些清澈简单的力量，不会有太多复杂的情况，就是先成为朋友，然后慢慢的有更多的熟悉，慢慢的觉得跟他在一起很舒服，非常的顺畅，没有太多现实的干扰或者是阻碍，就2个人自然而然的相互喜欢在一起呢，大家都非常的开心轻松，所以也会给彼此带来一些疗愈的、安心的、积极的能量，自然而然的就在一起了，而且是以一种想要生活在一起的态度，很认真负责任的态度去结合在一起的。对方呢，他是一个长得其实还不错的人哦，看到呢他是比较性感的，很有气质的，也是一个很会打扮自我的人。他不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他可能很注重自己的身材，很注重自己的形象。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呢，他应该喜欢运动，他可能也喜欢一些极限运动啦，或者是比较 man 比较儿气直男的那一种，喜欢摩托，那是有一点叛逆，喜欢摇滚，或者是喜欢一些热血说唱之类的一些音乐哦，不会是一个太过于柔情或者是娇弱的人。那他也很注重自己的发型，他的眼睛呢特别的好看，双眼皮，眼神非常的深邃，感觉跟他四目相接的时候呢，是可以直穿你心灵的，是有一种很深情、很温暖的态度。而且他的皮肤应该还不错，他的身材呢应该保持得很好。如果她是女生的话呢，那么她的身材是非常有曲线的，她也会去打扮，让自己更加的精致，更加的洋气，应该是一个比较时尚的人。那在穿衣打扮上面呢，也很懂得当下的潮流，会知道怎么样让自己看着更加的有气质、有气场，不是一个特别保守或者是朴素的这种打扮，它是可以有一些叛逆，它是可以有一些张扬的。好，继续。那这个人呢，他是可能年纪跟你差不多，或者他的年纪也许比你小一些。无论如何，他的心态是特别年轻、特别阳光的。他的行为模式呢，也是很年轻化，很有朝气，很有活力。你们2个人都是骨子里比较有浪漫情怀的人，所以在一起有很多甜蜜的约会啦，共进晚餐啦，喝喝小酒啦，在月光下呢相拥啦，而且2个人还会经常可能一起去旅行。这种旅行呢，并不代表着一定要坐飞机，不论是长途短途，可能去自己所生活地的周边，大家去走一走都是很舒适的。那也可能会2个人都去到自己没去过的地方，有更多的好奇心，有更多的冒险精神，探索，去认识一些新的人，去做一些自己可能一直想做但还没有做的事情。所以2个人呢是
会互相的陪伴。而且这个人呢，他是应该比较有一定的自我控制，是比较自律的一个人，不会太过于的潇洒呀、任性呀、无所顾忌，他还是比较遵守一些社会规则的。他是懂得在感情上面要自控，那会懂得给到你足够的情绪价值。在感情里面呢，要从一而终，要给对方一些安全感，不能太过于的叛逆啊，或者是当他跟你在一起之后呢，他可能如果你是异性恋的话，他可能就会跟异性保持一定的距离了。如果你是同性恋的话呢，他可能就会也让你足够的踏实安心，给到你安全感，跟同性保持足够的距离。有的朋友呢，可能跟他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认识的。如果你在读书的话呢，也有可能是通过你们的学校啊、培训班啊，或者是学习的这种状况而认识的。也可能我们工作这张牌卡呢，也代表着他是一个工作事业还不错的人，那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他有一定的事业心，有一定的野心，独立能力也比较强。这个人呢，是一个你觉得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的人，那他是你朋友都公认的，你们两个很搭很配，你的家人呢对他多多少少也会非常的喜欢。那么到底他的性格如何呢？我们就来揭秘吧。好，那么刚才有讲到工作，那工作呢，很有可能他是商业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顾问，或者是人事专员、人力资源专员，也有可能是秘书、文秘、美容、造型师，做美容这一方面的，也有可能是咨询与网络工程师啦，或者是按摩师啦，做理疗这一方面的，也可能他是保安人员，也可能他有当过兵啦，或者他在做安保、做保险、风险承担这一方面，也有可能他是学校的辅导老师、咨商、临床心理师。那他所在的事业领域好像还是比较多的，应该是有专业的技能技巧的人，也有可能要么他的文化水平还是比较高，要么呢他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技术，那要么呢这个人也是在公关或者是在保险这一方面呢是做的比较好，可以给到别人足够的安心安全感的。他的星座还有可能是摩羯座、双子座、白羊座、巨蟹座、处女座。这个人的性格呢应该还是不错的哟，比较平衡。看到他的星盘里面，风象、水象、土象、火这4个能量都有，所以他不会特别的偏执或者是固执，是一个比较平衡均衡性格的人。那当然也有可能他的月亮、太阳、上升星座是在双子座、摩羯座、白羊座、巨蟹座、处女座。首先他有摩羯座的耐心这个性格，他是一个不喜欢半途而废的人，做事情是比较谨慎的，他宁愿花很长的时间来规划一件事，也不想要就是很冲动莽撞的去行动，然后把这件事情搞砸。可能他是很不喜欢犯错误的感觉，所以他宁愿多花一些时间让自己思考啦，让自己去计划啦，这样呢来担保自己不会在过程里面然后做错事。所以相对来说，在选爱情对象的时候呢，他也是宁缺毋滥的。
一定要大家认识熟悉之后，对方是合拍的、合适的，有可能开花结果的人，他可能才会去做大胆的表白，才会去大胆的追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们两个人是先成为朋友，然后再从友谊转化成的、升华成的爱情，这是非常好的哟。好。另外呢，他也有双子座天生强烈的好奇心这样的一个性格，他喜欢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常常保持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加上他的个性呢也是很有活力的，然后比较外向的，所以越是受到限制，越是不明白的事情，他越想去搞清楚，越想知道真相。如果太过于的想要去控制他，或者是让他在一个环境里面做同样的事情，他可能就是不受控的。他应该今生不会只从事一个事业，这样的话呢，就会让他特别的乏味，而且他的头脑很敏捷，想法呢很多，很有创意，很有 idea，所以他在穿衣打扮上面不会只是一种风格，那当下流行什么呢？他都是可以抓住这种时尚潮流的，去让自己总是保持着一种新鲜感，总是保持着一种很好的精力充沛的状态，因为他也有白羊座的活力。很多时候呢，都看到他会去拥有人生中所有的美好，那自己没去做过的事情，他可能不会逃避，愿意去尝试啦，愿意去体验啦。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他也愿意去做探索。所以跟他在一起呢，两个人是有很多的趣味的，不会跟他会无聊啊，或者是乏味。但在感情里面呢，他又是一个很有感恩之心、很有治愈能量的人。他会很珍惜身边的朋友，他是一个很重情重义的人，在感情里面他也尽可能的去感同身受，去体贴对方，去照顾对方。有时候呢，如果他是女生，你会觉得他蛮有母爱的，如果他是男生呢，你也会觉得他蛮有父爱的。他是希望对方身心灵都可以健康，他是希望自己呢可以有足够的力量去帮助周围的人，那同时他可能也孝顺啦，也有同情心啦，也非常的善良，他也有处女座的奉献精神，会以实际行动去表达对别人的关爱，对别人的帮助，不是一个好像嘴巴很会说甜言蜜语的人，但是真正需要他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他又没有办法做了。所以他也是一个有责任之心，把别人的利益呢放在首位的人。这个人呢也是比较乐观的，是比较积极的，其实心态还是很阳光，不会特别的阴暗啦，或者是忧郁啦，也很少出现消极。大多数时候呢，他都不会斤斤计较，他会不计回报的去奉献自己。他知道人际关系里面是一种很好的合作关系，团结的话呢，才会彼此更加的幸福。他也知道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愿意去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成全别人。这个人的形象名声都还是很不错，你也挑选到了，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正缘。好，接下来我们来解密一下你们两个人的情感过程。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是有一点妙的，首先并不是一见钟情，刚开始可能就是纯友谊，在一起感觉是认识了，然后感觉还不错，会有一段时间没有太紧密的联系，但是在可能慢慢的思想上面交流啊，慢慢的一些接触之后，逐渐对对方更加的开放，
然后逐渐在思想上面更多的交流，觉得对方其实有很多新的 idea， 或者是对方并不是自己最初的那种初印象哦，可能这种喜欢呢是一点一点增长的，两个人是有一些分分合合，那是需要长时间接触之后才有更多的接受啊，才有更多的妥协，才有更多的改变，就像鲜花绽放一样哦，是这份感情慢慢开始绽放，越来越多看到对方的好。对于有的人来说，他可能是朋友的朋友，那不是在第一次就主动留了联系方式，只是有一个还不错的印象，觉得大家一群人在一起玩呢，还是比较合拍、有意思的，但没有去说聚会之后有更多的一些互动。但是呢，因为朋友组局好多次的这种见面之后，会越来越多沟通，越来越觉得这个人有意思，才彼此有更多私下的一些约会的。但对于有的朋友来说，有的灵魂家人来说，这个人也许是自己参加一些联谊，或者是家里人介绍的，最刚开始自己还是保持着一个比较排斥的心态哦，不想去让别人来介绍爱情。但是呢，在更多的接触之后，会发现，其实家人朋友是了解自己的，自己不需要太过于的排斥，还是可以有更多的接触之后，发现，这个人是适合自己的，打开了一些思想上面的束缚，让自己愿意呢，可能跟对方有更多的一些联系，慢慢的会越走越近。所以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那宇宙就要告诉你了，你的正缘呢，可能跟你当下期待的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也许是外貌上面的不一样，也许是最初认识相遇的状态，可能不是你幻想的那个样子。但是呢，如果你给别人一个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如果有朋友要给你介绍恋人，或者是你家人要给你介绍恋人，你大可去认识一下，去接触一下，说不定在接触的这个过程里面会发现对方是很适合合拍的，那你们两个人呢，感情是自然而然去发生的，不必要太过于的刻意，但是呢，也不需要太过于的被动了。如果遇到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人，就可以多去约会，多去认识一下，也把你的期待，也把你的需求讲出来。可能对方刚开始你会觉得他太年轻了，你会觉得大家年纪不合，他比你小很多，但是真正的在一起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人家内心可能是比你更成熟一些，在人际关系技巧上面说不定会比你更好一些，好吗？所以呢，更加开放你的心态吧。当下呢，也看到你正在逐渐的开放自我，这是非常好的。那么就请充满期待，让一切顺其自然的发生吧。相信宇宙会给你最好的安排，在好的时机，在好的地方，就会遇见好的人。那自己目前呢是阳光的、开心的、充满活力的，你就会遇到跟你相同能量磁场的人。你有多自我感觉幸福，那么就会有如此好的一种能量的爱情正在向你走来哦。好吗，亲爱的？那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受宇宙给你的讯息。那么首先呢，来验证一下当下你自己的心态、生活状态。如果有对应到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卡的选择了。好。那么首先看到近期呢，你正在寻找自我的快乐，治愈的能量在你的体内不断的流淌。前段时间你可能经历了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也可能刚结束水逆哦，
正在扫去阴霾，寻找到自我，寻找到让自己快乐的一些方式方法。在思考上面呢，也会换一个角度去想，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当下，看待世界。当你跳脱出去自己习惯的思维模式之后，看事情的结果，看事情的发展方向，好像就不一样了。当然，你也正在打开自己的思想格局，突破自我，更加注重自己精神世界的幸福。会觉得之前的障碍啊，或者是生活中的挫折，其实都是让你不断强大，是提升你最好的方式。那么你也会不断的去磨练自己，让你变得更加的独立，更加的坚强，有更多的一些获得。人生之中的跌倒呢，并不是说对我们有太多的一些折磨，而是人生中的跌倒是让我们知道哪里我们要注意，哪里我们不会再过多的犯错，或者是我们适合怎样不同的一条道路。所以你不会只看眼前，不会只看过去，会换个角度去看问题，内心有更多的一些释怀。当然你也不会再去把自己跟别人比较啊，或者不想要活成别人想要的样子，不会太过于的遵从社会对你的期待，父母对你的期待，周围的亲戚朋友对你的一些期待。你会尽量的让自己快乐，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所以不会再过多的在乎别人的眼光。在做事情的选择判断上面呢，更多的是尊重自我的感知，自我的感觉，这个非常的好，有更多的自主性一些，也会开始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保护自己了。目前呢，也看到可能你不想陷在一些金钱啊、物质啊、事业的追逐上，不想过得太过于的辛苦，为了一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为了一些无形的幻想，或者是一些人类制造的地球垃圾而去拼，而去卷了。你不想太过于的劳累，不想跟着大家一起大浪淘沙，或者是拼命的去卷，这一点很好哦。你想更加的放轻松，你想更加的自由自在，那么也不会太过于的急躁。只要你脚踏实地，一步一步保持着勤快，保持着上进心，总是未来会更好的。所以何必去担心未来呢？只要当下呢，自己每时每刻都是快乐的，那么未来肯定也是快乐的。所以近期在事业上面，在学业上面，不会太过多的逼迫自己，不要急于求成，更多的给予耐心。那么在感情上面呢，如果遇见自己想在一起的人就在一起，没有遇见的话，也不要过于的着急，也不会考虑我一定要到一个时间点之前我就要结婚啦，那我一定要怎样怎样，不会有太多守旧封建的一些想法，顺其自然就好了。单身的时候也可以很好的享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快乐，也可以好好的爱自己，带着自己去约会，带着自己去玩，不会有太多的孤单寂寞，好像一个人就是因为自己不讨爱，因为自己好像不够好。当然不是，只是缘分没到而已。如果遇到自己的喜欢的人，也会是主动的，不会太过于的主动。当然还是会慢慢的去做发展，只是没有遇到而已哦。所以近期呢，对于自己没有太多挑剔，太多的要求，也不会给自己更多的一些压力了。其实这种心态呢，这种状态都很好，看到你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开放，更加的稳定了。有让自己更加幸福的能力哦，这种能力正在不断的提升之中。好，这个是你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来接收关于你的正缘的讯息。将一部分一部分的来为你展示揭秘。
那么首先看到选择这组牌卡的朋友，有的人呢可能是通过自己旅行或者去到不同的环境里面认识到的正缘，那有的宝宝呢可能是通过网络线上一些社交媒体认识到自己的正缘，那有的宝宝呢可能对方是自己的同事或者是自己的同学，或者是去参加一些培训班、兴趣班的时候认识到的彼此，可能不是说相亲啊，或者是亲戚朋友介绍的。你们两个人有很多思想上面的交流，当然最刚开始的时候也并不是一见钟情哦，是慢慢因为思想而发展成为的恋人，是觉得两个人呢情投意合，是觉得两个人呢可以无话不谈，在沟通上面没有太多的一些障碍，对方呢他会给你带来积极，给你带来快乐，给你带来好的情绪价值，他是会让你心灵感觉充满期待，非常舒适的。他的长相很好看哦，他是属于要么就是形象非常的好，很有诱惑力，大众情人，要么呢就是他的身材非常的好，他很知道凸显自己的身材啦，他的气质很优雅啦，很绅士啦。这个人呢虽然长得很好看，但你并不是因为他的外貌而爱上他的，真正的是他给你带来很好的一种情绪价值，给你带来一种很舒适、很平衡的感觉，它是宇宙给你的礼物。你们两个人在信仰上面，在精神上面，在梦想上面，甚至在性格上面，其实都很相似。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不会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跟别人很熟悉啊，或者是社交能力很强，左右逢源的，而是呢，他可能是跟别人有一定的距离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他好认真哦，他好谨慎的样子，好像很严肃。但是在跟他有更多的接触之后呢，会发现他非常的温暖，对你呢是很保护、很照顾的。其实在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就是你想要的人，他就是对的人，而这种感觉是有一种冥冥之中好像注定会相遇，冥冥之中你们就是有缘分，不是那种小鹿在内心乱撞的那种兴奋感，不是这样的一见钟情，而是觉得可能会跟他发生一些什么，但是呢又不确定会发生什么，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感觉的。实际上呢，你们之间是有业力关系的，你们之间注定在今生相遇，在曾经的某一世里面，你们已经相遇了，相约好在今生要成为恋人，那彼此再续前缘。他给你一种非常平和的感觉，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呢也是非常和谐的。你们在一起之后，很少出现一些矛盾啊，你们也不需要有太多的这种思想包袱，也不需要太多的一些磨合，就是这种性格是很匹配，然后两个人是共同的频率、共同的能量、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爱情观、婚姻观，非常的合。他对外人呢是有一些冷漠的，这个人是很理智的，但是对待你呢，他就会非常的深情，非常的温暖。他把你放在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位置，比他的爸爸妈妈，比他未来的小孩都非常的重要。他在跟你接触一段时间之后，就很想要建立家庭。他也是一个事业能力很强，那家庭经济条件呢，应该也不错的人。你们两个人可能未来会一起去购房，会在一段恋爱之后就进入到同居生活，是有非常接地气的一种爱情状态。
不是有太多的浪漫、烛光晚餐、甜言蜜语，而是呢，一起去逛菜市场啦，一起去逛超市啦，一起去买一些蔬菜水果回家给彼此做饭啦。他会很快就带你去到他家，让你看到他其实是一个把家里打整得非常干净整洁的人。即使他是男生呢，他也会把家里打整得很干净，他也会做一定的家务，他可能也会做饭，让你看到他是一个过日子的人。这一点非常的好，让你内心很踏实。不是像他可能外表是很漂亮或者是帅气的，就会觉得也许他的情人很多啦，也许他三心二意啦。其实不是，他很快就把你大大方方介绍给他的朋友，介绍给他的家人。他其实在遇到你之前呢，已经单身一段时间了。这个人是宁缺毋滥，不会跟别人玩任何的爱情游戏呀，不会有任何的暧昧，就是想遇到一个真正可以同居生活在一起的人。他想要一个跟他非常合适组建家庭的人。在遇到你之后呢，他就非常大方公开的去承认你们的关系，同时他也会很快告诉你我们能不能住到一起去。他会为了组建家庭而共同的努力，让你看到他是一个真正可以成为好老公或者是好老婆这样的人。这个人他其实蛮有智慧的，他的思想并不肤浅，他喜欢学习，那也喜欢不断的增加自我的修养。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呢，他应该是很绅士的，很注重礼貌的，也是一个比较有文凭的人。如果他是女生的话呢，他虽然会在自己的形象外表穿衣打扮上面花点力气，但是更多的还是不断的去读书，不断的去学习，培养自己的情操，是一个追求精神幸福的人，而不是物质幸福的人。不追求有太多的一些金钱，或者是自己的事业要多么的好，更多的是在乎感情、爱情世界，更多的是在乎精神上面的自由幸福感。所以他也会很好的自爱，有比较高的自我价值感。这个人的星座呢，很可能是狮子座、双鱼座、白羊座、天秤座、巨蟹座，或者是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双鱼座、白羊座、天秤座、巨蟹座、狮子座。他非常的自信，他也愿意去做大大方方的自我表达。遇到自己喜欢的人，那就会去主动联系，会去追求。他希望呢，把幸福掌控在自己的手上，不要太过于的被动啦，不要等待别人来表白。所以当他遇到你之后，他就会展现给你看到他是很积极的、很健康的那一面。他对你呢是无比真心，是想要跟你建立谨慎的、负责任的关系的。所以很快就会带你去见他的朋友，带他的家人，带你去到他家看一下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好，除此之外呢，他也有双鱼座的想象力。有时候虽然想法是比较天马行空的，有很多创意呀，有很多的 idea， 其实他也是一个艺术审美力比较强的人，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喜欢去博物馆，可能他也很喜欢看电影啦，去听音乐剧啦，去了解时尚。他不希望自己的思想呢过于的沉闷或者是一成不变，他会不断的去充实自我，因为他也很有活力，性格上面还是比较外向的，是很有朝气，很年轻，很开放的一种状态。那他也有天秤座的，很注重平衡，任何事情呢，尽可能的公平公正，会站在客观的一面去思考、去选择。那他也有巨蟹座的顾家这一面，他可以宅在家里面1个星期、2个星期都不出门，只要不忙的时候呢，他可以宅在家。
他也可以天天外出去锻炼啦，去听一些音乐会，去玩乐啊。所以他是一个可以静也可以动的人，可以安安静静的在那边发呆，在那边看书。他也可以很活泼的去参加一些社交啊，去参加一些活动聚会。当然，当他建立爱情之后，他就会舍弃一个人单身的时光。他希望呢，任何事情都可以跟自己的爱人一起，跟自己的家人一起。对于爸爸妈妈，他也是非常孝顺的，他有很强的家庭观念。在组建家庭之后，下了班呢，就很少去应酬，很少去呼朋唤友啦，尽可能的第一时间回到家，跟家人在一起。对他来说，家人比事业更加的重要，对他来说，爱情比金钱更加的重要。当然，他努力工作，他去挣到的钱呢，最主要的就是想让自己的家人都平平安安，不要有任何的担心。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哦，宇宙告诉你，他一定会帮助你的，他一定会给你美好的爱情，只不过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他可能才会来到你的身边。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可能是在8个月之内，你会遇到自己的正缘呢。好，他的职业，我们这边出现了一张白卡呢，那可能代表着他是有自己的自由职业，可能他在家办公啦，或者是他自己在创业啦，或者是他继承家业啦，也有可能你认识他的时候呢，他正在度假休息，或者是刚毕业的时候，也可能他正在读书。那么选择这组牌组的朋友，你的正缘他应该是有一个专业技能技术的人，他应该不是坐办公室的。比如说他可能是做艺术的，音乐家啦，编剧啦，舞者啦，或者是词曲创作家啦，钢琴家啦，在做乐队啦，也有可能他是测试工程师、系统工程师，也有可能他是画家，也有可能他是厨师啦、甜点师、咖啡师、调酒师，也有可能他是市场行销、社群管理、小编，或者他是算命，他是占卜师、身心灵工作者、心灵老师，也可能他是建筑师、室内设计师、美术动画产品设计师，也可能他是行政人员。总体的来讲呢，他应该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很可能是和艺术设计挂钩，也有可能是在一些行政工程上面做一定的这个专业管理、专业服务。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们2个人的爱情发展。这是一段非常接地气、非常生活化的爱情。你们2个人会有很多的以柔克刚，无论出现任何生活中的障碍，会2个人一起去克服。而且2个人呢，都属于很容易去懂对方的性格，知道如何顺着对方的性格去让对方情绪更加的舒适，让彼此不要有任何的纷争、任何的矛盾。2个人都会有很强烈的这种情感相处技巧，很少出现一些吵架啊，或者是不和的时候。2个人呢，都会给予彼此更多的一些宽容啦，更多的一些支持和鼓励，给到对方帮助，给到对方足够的爱。对对方呢，会像对小孩子一样哦，会让他有任性的时刻，会让他有反叛的时刻，会把他当小孩子一样的宠爱、体贴跟照顾。
当然，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天生一对，就算是再契合的两个人，也会在生活之中去产生一些矛盾。但感情之中呢，就是充斥了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想要经营好一段爱情哦，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的。你们两个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人，在感情里面呢，都会懂得以柔克刚。都会知道如何去打开对方的心扉，很真实、很直接的去做沟通。两个人很多事情呢都会一起去交流，让彼此呢有更多的死心塌地。大家呢，无论是男生女生哦，都是会很温柔的，会带着这种非常亲切的气息，让彼此越来越靠近。都是很深情的，不会用任何命令式的语气，那大家都会很柔软，都会去很和谐的沟通，不会大吵大嚷啦，不会无理取闹啦，更多的是一种宽容大度。你们爱的非常的体面，也懂得用撒娇去化解矛盾，也懂得不去硬碰硬，不会乱发脾气，没有任何的冷暴力。会是在感情里面双方都随机应变的，其实大家的情商都不会差哦。所以给彼此很多自由的空间，给彼此很多的一些陪伴跟照顾。在这种关系里面呢，其实大家都会有自己幼稚的一面，没有关系。当你幼稚的时候，他就会成熟；当他成熟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撒娇、任性、幼稚啊。在这份感情里面呢，大家都会把对方当成小孩子一样的去宠爱、去照顾、去保护。这是一份让你感觉非常顺心顺意的感情。两个人会很好的去共同的商讨，共同的去创建未来，都是很好的脾气哦。所以亲爱的，你遇到了长得好看的人，性格也很好的人，然后呢跟你的匹配度也非常合适的人，大家在一起呢是一种很脚踏实地、很安心感的情感，会保持着很长情、很长期、很稳定的关系，非常棒哦。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记得点赞哦，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受宇宙给你的讯息。那首先呢，我们要验证一下当下你的生活心态状态。如果是你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可能你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卡的选择了。当下你正在清除过去，治愈现在，找到你自己的灵魂部落。人际关系里面呢，包括自己家里面都在做一定的断舍离，不纠结，不焦虑，只要自己慢慢的上进，不放弃，总是会越来越好的。过去呢有任何的过错，过去感情里面可能有任何的一些伤痛不舍，你都在慢慢的放下。那过去自己也从中成长了很多，那些呢都是自己宝贵的一些经验，人生中的一些经历，总是会出现一些让自己成长的人事物的。不要看过去了，而是要享受当下。当下生活里面有任何不满的事情，那我们就去纠正它。当下生活里面有任何不是让自己更加快乐轻松的事情呢，那我们就去放下，或者去做一定的转变。最主要的是每时每刻开心，那么未来肯定也就开心了。最主要的是呢，让自己专注在开心的、愉快的人事物上，那这样身边的好事就会越来越多，自己能量会提升的越来越高。对于不属于自己的事情不关注，对于没有让自己有更多价值、更多自爱的事情不关注，别人的八卦啊，别人的好也不会过多的去看。之前呢，有的朋友可能会
去看朋友圈，看一些社交媒体，看到别人的生活非常的奢华，很自由，然后自己呢就会出现一些不甘心啊，或者是自卑的这种状态。那现在呢，已经通通告别这种模式了。你会知道，属于自己的当下的现实的、脚踏实地的，一定就是好的。不要去做一些虚幻的梦，看到的呢可能是别人最光芒的那一面，但是别人的努力呀，或者是别人隐藏的一些阴暗呢，自己并没有看见，会更加的想法通透一些，会更加的设身处地的着想，那思想是更加的成熟了。那同时呢，也会知道哪些事情是适合自己的，哪些事情是不适合自己的，所以也会在自己的思想行为模式上面去做一些调整，同时也会看待周围的人。那只是酒肉朋友的话呢，那就少一些见面，少一些聚会啦。真正给自己提升人脉啊，或者是提升思想智慧的人呢，那就多一些连接。近期好像呢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圈子，好像也找到了一些合拍的人，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哦，很好哦。保持着好奇心，去更多的寻找自我。那同时呢，也在慢慢的成长，慢慢的增加自己的技能啊，增加自己的聪明度啊，增加自己的文化呀，提升自己的运气。无论如何呢，你都是一点一点的会去更加的进步了。在这个进步的过程里面，肯定也是会遇到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但没有关系，专注在使自己幸福，专注在使自己提升的人事物上，少一些过多的担心啊，或者是少一些自找麻烦就好了。所以呢，不会有太多想法上面的困扰了，而是去做实际行动，一些让自己真正变美好的一些动作。那想法上面也少了一些杂念，少了一些消极，多了更多的积极，多了更多的自信，也多了更强的信念。这个是你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可以往下听哦。自己现在确实是越来越好了，你也正在感受到，好像能量呢也在逐渐的增加，不是吗？接下来我们就来揭示你的正缘。这是2张人物牌卡，从这2张人物牌卡呢，我们先看到你的正缘呢，应该是一个比较霸气外露的人，应该是自带皇冠王冠的，是可能一个很出色的领导者，或者是他有领导者的天赋，身边呢信服他的人、尊重他的人、想要跟随他的人都是比较有的，而且他可能也很自律，他可能也很讲规矩，他可能也非常的有原则，在想法上面是很有文化、很有智慧的，会有一些谋略啦，会有一些统筹，在行为处事上面呢，应该比较圆滑，比较有一些技术，是一个有一定的责任心，是有一定的担当力，是一个很勇敢、很有气场的人，并不代表着他可能非常的漂亮或者是帅气，但是他应该很有气场，很有气质，他的家庭条件不错。他应该自己的事业啦，或者是自己的生活状态还是比较精致、比较有质量的。这个人是一个潜力股，未来有很好的发挥，可以成为人上人，可以成为一个大女主或者是大男主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很注重生活的质量，他很注重事业的成功，那人生是否有好的形象，有好的地位，他当然了也是一个比较精益求精的人，做事情会三思而后行，不会冲动，更多的
可能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自己的规划，就知道自己想拥有、建造怎样的一个世界，然后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步的向前行。那么简单点、肤浅的点来说呢，可能他是一个在穿衣打扮上很注重衣服质量是否华丽这样的一种状态，而不是特别小气，或者是特别幼稚、特别追求当下时尚潮流的人，感觉真的是蛮有领导者风范的。好，继续来看一下，你跟他之间呢是很充满热情的，而且好消息哦，大家除了在身体上面有很多的缠绵，有很多的激情，很多的亲吻、拥抱，是可以达到很兴奋感的，很有诱惑力，非常的感性之外呢，你们在精神上面也可以达到很好的交融，因为他是你的灵魂伴侣，所以在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呢，就有很熟悉的感觉，而且它是可以提升你的能量，是可以提升你的智慧的，你会觉得跟他可以做很顺畅的沟通，他很容易懂你。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就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而且跟他之间呢，不仅是爱情哦，也有朋友的成分。对他呢，就是芝麻小事，或者是自己的人生梦想，或者是自己在工作学习上面遇到不开心的事情，都会通通的给他讲。他可以给你带来很好的情绪价值，他也会让你感觉非常的稳定跟安心，而且他很懂得如何让你开心，如何放下所有的包袱。你会觉得彼此呢是很忠诚，是很诚实的，而且跟他在一起越诚实越舒服，讲话也是很自然、很简单、很直给的，不需要有太多的虚伪或者是包装。他总是可以支持你的决定，他也愿意给到你所有的自由，哪怕你跟朋友出去玩乐去旅行，他都觉得没有关系，因为他对自己呢也是蛮有自信的。他是一个比较随缘、顺其自然的人，强扭的瓜不甜。如果某一天你喜欢上别人，或者你要离开了，你不爱他了，他也没有关系，他内心里是非常忠诚的去祝福你的。但是呢，在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尽力而为，他会尽可能做得更好。所以这份感情里面，其实没有控制，没有霸占，在这方面他做得很好，因为他知道。他摸得清楚你的性格是什么。你如果是一个很喜欢自由的人，他会给你绝对的自由。如果你在感情里面是一个很黏人，希望随时大家都在一起的状态之下，那么他走到哪里去，尽可能都会把你带在身边。这个人非常的聪明哦，他知道如何让你深爱他，如何让你离不开他，而不是用一种特别的手段，而就是一种你心甘情愿的手段。所以跟他在一起呢，你也会吸收到更多的一些智慧，当然你会更加的完美，你会感觉一切都还算比较顺心顺意的。很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呢，你们之间是有一些距离，也许是现实生活里面的距离，大家不是在同一个环境里面相遇的，有可能是在网络之上呢，有可能在爱情之后大家是分隔两地，那最终呢，你们会消除现实的距离而在一起，见面的那一刻就会有很多的缠绵。他也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然后他的工作可能是穿正装的，比如说穿西装啦，或者是穿职业装啦。
那等一下我们再看他的职业是什么。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呢，有很多欢乐的时光，会一起去玩乐，所以会有相同的兴趣爱好，是可以玩到一起去的，也很可能去参加派对啦，去听音乐会啦，去看一些体育比赛啦，或者一起去锻炼啦。两个人的兴趣爱好是比较相合的。在一起有很多的情趣，在一起无话不谈，很有可能他正在慢慢的向你走来。对于选择这组牌卡的朋友，大部分人呢，你会在7个月之内遇见自己的正缘，或者是你在看到这个视频之后的夏天会遇见自己的正缘呢。你们两个人应该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就留下了很好的感觉，就希望跟他可以慢慢的发展，然后发现两个人有相同的梦想，两个人有相同的欲望，然后两个人呢又有相同的行动力，在做事方面呢也是很搭档的，可以成为很好的配合者，两个人会非常的团结。那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性格？你们是互补呢，还是说相同呢？他的星座呢，很有可能是处女座、水瓶座、射手座、天蝎座、双子座，也可能他的太阳、月亮或者是上升星座是在射手座、水瓶座、天蝎座、双子座、处女座。首先，他有处女座的完美主义，做事情呢尽可能的尽善尽美。那他爱你，即使你有很多的毛病，他也爱你；他不爱你，即使你十全十美，他也不爱你。他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呢，是非常追求完美的，不是说你外在条件有多好、有多帅，或者是多有钱，或者是家庭条件多好，他就爱你，而是他爱你是因为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感觉得到完美，他感觉得到欣喜，他爱的是你这一个人，所以对待他的爱呢，你不用怀疑哦。他也不喜欢跟别人玩任何的爱情游戏，不喜欢陷入到暧昧里面，只要他进入爱情，他就会全心全意的付出。处女座在确定恋爱关系之后呢，他就会觉得你是他的唯一，他的眼中只有你一个人，他无刻不思念着你，恨不得每天跟你形影不离。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分别过久的话呢，他就会很焦躁，没有办法安心的做好每一件事情。其实感情是他的脆弱，因为他时刻都担心着你的生活，担心着你的工作。他对爱情的态度是认真又严谨的，不喜欢玩任何的爱情游戏。他其实对于爱情是非常投入的。他愿意付出一切去交换一份完美的爱，而且呢，他对待爱情也非常的小心，不会轻易的让自己投入到恋爱之中。一旦投入，就会仔细的和你一起去计划未来，希望两个人在各方面有很稳定的感情基础。另外呢，他也有水瓶座合作团结的精神，不会过于的自私啦，懂得妥协啦，懂得奉献啦，懂得让步啦，懂得在感情里面呢，还是要去迁就对方，还是要去做一定的隐忍的。大家共同的利益才是最大的一个幸福，所以他不会只注重自我的一些感受感觉，他很照顾你的情绪，他觉得1+1一定要大于2，那么才在一起。所以希望两个人可以不断的优化，不断的美好。他也有射手座的冒险精神，不是一个特别被动、特别胆小的人哦，是很勇敢的，是愿意去尝试新的事情，愿意去做任何的一些冒险，去认识新的人，去新的一个环境，愿意辞职，为了可以让和你在一起搬到你的城市，他都是愿意的。他会用实际的动作来表达对你的爱。那这个人呢，当然也非常的聪明，他有天蝎座的调查能力，是对任何事情都很通透，
都有分辨能力，那都有自己独到的一些逻辑思考方式，再加上呢，他也有双子座的这种想法很敏捷，很多看法，有时候呢会质疑，不是别人告诉他的事情，他都会相信的。一旦在感情关系里面，他信任对方之后呢，他是可以100%的付出的。所以在爱情里面，千万不要对他有任何的谎言。一次被蛇咬，10年怕草蛇哟。所以想要跟他建立忠诚的关系，那就有什么话直说。你越真诚，他越爱你，因为他的这种分辨心哦也是非常强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他的事业是什么？那有可能他会是老师，比如说幼师啦，或者是一些疗愈的老师啦，或者是一些摄影师、讲师、企业培训师，也有可能是健身老师、瑜伽老师、舞蹈老师，很有可能他是老师这个行业，也有可能他是军人、警察、消防人员、部队这方面的行业当过兵的，也有可能他是品牌公关、活动策划人员、产品经理、客户服务人员、ESI、SSE。CSE 这方面也有可能他是农业生产人员、养殖技术人员，他应该是一个很有给别人好的引导，或者是解决别人麻烦、提升别人智慧这方面的能力的。我们可以看到这2张这个人物牌卡就很像是老师、领导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很可能是经理。无论如何呢，他应该是可以成为经理、带团队或者是教育他人这样的一个级别所在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你们的爱情故事。这是一份非常脚踏实地的爱情。最刚开始也许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呢是非常节制，是非常平衡的，不会有任何的能量上面的缺失，可进可动。2个人的配合度，2个人的默契是非常好的，一切呢都让你会觉得刚刚好，就是在适当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在单身的日子里面呢，你们各自努力，各自发光，朝着自己人生更好的方向走下去。但是当你们相遇的那一刻，你们的爱意和你们彼此的这种热情激情将对方吞没，然后彼此相爱，在对方的身上感受到了很多的安慰、体贴、照顾，那一刻你会觉得哇哦，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而且跟对方在一起的每一天呢，你都会感觉得到很自在，没有任何的压力，因为他理解你，他包容你，他体贴你，他愿意成为你最好的倾听者，而你也可以给到他及时的一些回馈。一切呢都不会用力过猛，一切呢都不会过分的冷漠，会给到对方一定的空间自由，但是又不会让彼此感觉得到任何的疏远，会给到对方足够的这种关心和爱，但是呢又不会感觉得到任何的控制。2个人的相似度非常的高，2个人的幸福感也很高。比如说打开冰箱的时候，里面都是你俩爱吃的食物。他喜欢可能养花呀、养草啊，刚好你也喜欢。他愿意听歌看书，刚好你同样也喜欢安静。他想养一只宠物，你说刚刚好，我也想养一只宠物，所以在一起是有很十足的默契的。只要对方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话，你都可以读懂他的心思。然后无论
你遇到了怎样一些糟糕的事情，当你情绪很焦虑的时候，他都会陪在你身边，牵着你的手，直到你的情绪稳定舒服。所以他也会给到你很大的这种情绪慰藉。然后生活可能出现一些糟糕的事情，可只要跟他在一起呢，你就会对未来还是充满着激情，充满着希望。无论什么时候呢，你们对彼此的这种爱意都不会降低。所以相遇刚刚好，相爱刚刚好，相处起来也非常的合拍，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爱人哦。不会有任何的急躁啊，也不会过多的拖沓呀、延迟啊。两个人呢，不仅仅是在物质世界里面非常的合拍，大家的欲望相同，两个人在精神世界上面也有很多的共鸣，非常的和谐。所以，亲爱的，你遇到了跟你非常合拍的人哦，大家是相同的频率，非常棒。那就好好的等待吧。好，今天我们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